各位網友院友大家好，今集節目將會帶大家去到國際享負盛名嘅大學城市劍橋。喺遊覽呢個城市之餘，亦都會訪問當地嘅居民兼我嘅好朋友 Jessica， 同時亦都會同大家分享當地有邊啲地方適合大家居住嘅。喺節目開始之前，懇請大家俾翻個 like， 留個言，免費訂閱我嘅 channel， 喺社交媒體當中分享我嘅影片，亦都可以用資料內容當中嘅連結課金支持小弟，或者加入我嘅 Patreon成為會員，多謝各位。好啦，節目開始。其實介紹劍橋居住地區嘅影片，我年幾兩年之前已經做過。至於今次點解重新拍攝，無非係想 update 下啲資料，因為其實呢兩年英國嘅變化都好大，尤其明顯嘅係樓宇物業嘅價錢，以及學校成績同埋收生嘅狀況。同以往介紹地區嘅影片一樣，未同大家分享住區資料之前，同大家約略介紹下劍橋呢個地方。劍橋係一個位於英格蘭東部嘅城市，同好多歐洲嘅城鎮一樣，因為古時候嘅人要逐水而居，所以呢個城市係建立喺一條叫做康河又名劍河嘅河流旁邊，而呢一條康河亦係劍橋嘅景點之一，每年都有好多旅遊人士特登過嚟坐艇遊覽劍橋，享受一下橋下嘅風光。而講起劍橋呢一個大學城市，當然不得不提及劍橋大學。作為英語世界當中第二悠久嘅大學，以及全球第四古老嘅大學，劍橋大學確係有佢個人之處，無他嘅。叫得阿爾同老四，當然係特別吸引迷人嘅啦。而劍橋大學嘅來歷，除咗十分有趣，亦都同牛津大學有所關係。情況就好似武俠小說當中嘅少林武當。話說喺800幾年前，喺牛津大學當中有一班學者，佢哋嘅行為放縱，說話不羈，引致到牛津當地嘅居民極度不滿，甚至乎當其時嘅牛津居民講到明，如果見到呢一班學者就會見鑊打鑊。最後呢一班牛津學者喺冇得選擇嘅情況底下，連夜逃離牛津。後來佢哋輾轉嚟到劍橋呢個地方，發現呢度都環境優美，風景宜人，於是決定喺呢一度落腳。之後每當有學者喺牛津嗰邊受到壓力或者逼迫，佢哋都會移民落腳嚟到劍橋呢個地方。最後嘅情況呢，就係嚟到嘅學者人數越嚟越多，佢哋就成立咗學會，之後變成學術機構，再變成現今嘅劍橋大學啦。順帶一提，因為牛津同劍橋有咁密切嘅關係以及歷史緣由，好多時啲人比較兩間大學嘅時候，都會比較佢哋嘅排名或者學科成績，但係比較少人提及嘅就係兩間大學普遍嘅思想價值觀。牛津傾向係傳統嘅保守價值觀，而劍橋比較傾向開放嘅自由主義。明顯嘅例子係喺某一段歷史時光裏頭，入咗牛津大學嘅學生，如果冇宣誓效忠英國聖公會的話，畢業嘅時候係唔能夠領取大學學位嘅。相比之下呢，劍橋大學並不排斥其他宗教或者無神論者，同時亦都比牛津更早收取女學生嘅。講返劍橋呢個地方，最新嘅普查數據顯示，佢嘅人口有124000人，當中有25000人係學生。作為大學城鎮，呢個地方嘅主要收入來源都係嚟自學生或者遊客嘅。尤其是當大家見到一個10幾萬人口嘅小城鎮，有成10幾20間中國超市，以及成間都係中國移民開嘅餐館，你就會知道牛津、劍橋兩間大學鬥生鬥死，最尾其實都係鬥唔過人民幣。Anyway， 我好似講多咗，所以都係時候訪問一下當地居民嘅意見啦。各位網友院友大家好啦，又同大家見面啦。今期搞邊科呢？帶大家嚟到劍橋呢個地方咧遊覽一下嘅，同時間咧邀請到隔離位嘉賓 Jessica 阿卡姐，俾啲鼓掌。大家好。OK， 咁啊，點解嚟到劍橋呢個地方呢？因為出咗名啦，劍橋呢老人院咧係非常之優秀同埋出名嘅。同時間咧，另外有一間咧叫康橋老人院嘅咧，都係好頂呱呱嘅。咁其實咧，同一時間劍橋同康橋咧同一個名稱嚟嘅，只係譯音嘅問題嘅啫，啱唔啱啊，卡姐？好似係你作多啲喎，爭啲答唔到啊，卡姐。咁好啦，咁啊，其實邀請卡姐嚟做咩咧？無非係訪問下佢啦。因為點解咧？阿卡姐咧嚟到劍橋嘅地方咧，都一段日子啦。咁啊，據佢所講咧，就係上年7月係嘛？冇講錯嚇，7月就移居到嚟劍橋嘅地方㗎。咁之前有冇過其他地方啊？之前其實我係從來冇嚟過英國嘅。OK。即係一落腳就嚟到呢度啦，跟住落咗腳之後咧就唔走啦。OK， 咁即係都好吸引你啦，地方係嘛？都係嘅。咁好唔好住咧？嗱，佢治安真係好一流嘅。嚇。咁so far我冇乜去過其他地方啦，去咗倫敦啦。咁嗰
個治安咧，你相比之下咧，你其實喺 Cambridge 咧，你唔會有一種即係擔心啊、驚啊，覺得老笠啊，係啦，覺得治安咦好似呢度唔係幾好，完全冇喎。每一個角落我都冇呢個感覺。咁再講翻先啦。咁其實呢邊咧，其實一路以嚟我都知道係好好嘅地方啦。但係呢個屋價係好貴，我知道。咁你覺得其實值唔值得去付出咁高昂嘅屋價，然之後嚟到呢邊住啊？講真嗰句。因為其實咧，我係如果用香港個價錢嘅話咧，其實真係。如果用香港價錢嚟比嘅話，就其實係唔貴咯。咁但係如果你話同倫敦其實冇得比，你話如果譬如話覺得佢係價錢個屋價昂貴嘅話咧，我覺得其實倫敦就真係好貴啦。即係倫敦其實係香港價錢。即係你原本有冇諗過倫敦嘅？我有，因為倫敦係始終即係藝術嗰方面啊，會係比較。即係比較資源會多啲啦，同埋佢嗰啲活動啊都會比較多啲啦。OK。係啊，咁但係其實 Cambridge 咧有個好處就係佢其實都幾近倫敦嘅，1個鐘頭火車到啦。1個鐘頭嘅啫咩？係啊。哦，順帶一提啦，咁啊，如果大家咧得閒咧想知多啲英國嘅資料啦，同埋呢啲藝術性嘅東西的話咧，都可以去下瀏覽下阿卡姐個 channel 嘅。Life Balance by Jessica Chang。OK， 咁得冇問題。咁喺個 description area 咧，我會加埋上去，同埋咧今次我係同佢咧 crossover 咗嘅，喺佢 channel 嗰度咧，亦都會有小弟嘅訪問嘅，大家俾下面口嘅。係。咁啊，我邀請佢先嘅。OK，唔好講啲客氣嘢啦。我訪問佢先。傻啦呢啲嘢，後面。啲風景咁優美，仲講埋呢啲咁嘅嘢，真係大煞風景啦。OK，咁啊另一方面啦，其實好多朋友咧，佢係冇揸車嘅。咁你覺得其實如果冇揸車嘅朋友喺呢邊生活個情況，會唔會話好麻煩嘅啫？嗱，其實我都有啲朋友咧，直情係未考到車牌嘅。咁佢都仍然，咁當然啦，佢就比較即係住喺較近市中心啦。咁就佢都可以搭巴士啊、踩單車啊咁樣。即係都可以生存到嘅，我想講。Okay. 但係其實咧就係巴士其實係真係慢，係堅慢嘅。咁佢真係即係要去一個地方咧，佢可能成條村兜勻晒咁先再出到去咁樣樣。如果你自己揸車咧，就可以避免呢啲嘢咯。咁其實你嚟到咁耐啦，嗱，首先一樣嘢先啦。其實阿卡姐咧，佢喺呢個劍橋嘅一啲外圍嘅小城鎮嗰度住嘅。咁想問翻你啦，搭巴士你有冇試過搭啊？試過。試過，會唔會好耐啊？因為我開頭咧，周圍揾地方住嗰陣時咧，我都係周圍搭巴士去睇嗰啲去睇地方嘅。咁所以咧就所以我就決定要買車，就係話，因為咧20分鐘嘅車程咧，結果要搞成好彩嘅話就1個鐘。哦，即係都係建議如果冇車嘅朋友咧，劍橋都係唔好咁大希望啦，應該咁講下，因為其實住就幾舒服嘅。老實講，真係要自己去適應一下啦，係咪？係啊。咁啊，另外一方面咧，就想問你啦，喺呢邊有冇啲唐人鋪啊，或者華人超市會比較方便？因為其實好多香港朋友咧，佢嚟到嘅時候咧，你始終都係要買啲醬料啊，係啦，冇錯啦。有。多唔多嚟㗎？其實咁樣講咧，就嗱，因為我冇比較過其他地方啊，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要好集中嘅咧，其實都有起碼都有。即係如果你話中國超市咁先算啦，就好集中喺有一條街嗰度咧，就有好幾間就中國嘅華人超市。因為頭先我見到係好誇張地咧，佢成條街都好多中餐館。咁頭先你嗰條街咧，其實係只不過係多中餐館，就冇乜中超嘅。我知道啊，但係其實都反映個情況，應該係因為劍橋呢度比較多留學生，所以會多呢啲咁嘅餐廳啊，或者係超級市場嘅東西啦。咁啊，總體嚟講嘅話，你會唔會推介劍橋呢個地方俾啲網友啊或者院友咧？會係，因為住近你要有着數。唔係，因為點解咧？其實即係有陣時我哋都會好擔心啲治安啦。咁劍橋咧，真係完全冇呢個治安嘅擔心喺度啊！即係我真係覺得咧，係由 day one 一路到而家咧，我都冇話，喂，天黑再快啲翻屋企啦，或者係去到某啲地方好靜喎，唔得喎咁樣。就算呢度你去到一啲靜嘅街角咧，你都冇嗰種話治安唔好嗰種感覺啊。OK。就唔同咧，有陣時我去到倫敦有啲地方咧，我一去到已經知啊。已經知道，喂，呢啲地方即係快啲，你睇完就好走咯喎，咁樣。係，因為我行過行埋見埋咧，啲人都好靚啊。你好似睇女仔多啲喎。啱啱頭先嗰個經過真係好靚啊！你睇唔到啊？喂，大佬，如果佢其實咧呢度係大學城啊嘛。係啊，如果佢仲要係讀劍橋的話，就真係好優秀啊。其實呢度
是但一間大學都好 OK 嘅，其實。嚇咁唔講大學啦，呢啲我入唔到啊，冇咩辦法㗎。老實講，仲要幾廿歲人係咪先？咁講翻咧，其實你用你嘅經驗啦，或者你目測啦，其實多唔多香港人嚟到劍橋呢邊啊？多。係啊，仲係越嚟越多添啊！嚇，即係佢哋就我發覺即係我都有加入啲群組啦嚇，即係佢哋啲 WhatsApp 群組啊咁樣啦。咁大部分都偏向於就話要想係盡量喺市中心嘅，即係始終初嚟報到。覺得市中心係方便啲，咁但係耐咗嗰啲咧就即係佢可能會考慮其他地方嘅小朋友讀書啊、居住環境啊咁樣。OK， 明白。好啦，咁啊今日嘅訪問係咁多先啦，因為我仲要介紹埋啲地區俾佢哋知道啦嚇，咁啊希望幫到啲網友同埋院友更加掌握到英國呢邊嘅資訊啦，咁啊亦都希望唔會太打交你啦，因為到時有啲人識咗你之後咧，個湧晒嚟劍橋啊卡姐啊揾卡姐啦咁樣樣。唔會啦，唔會，你好學問呢一樣嘢。揾阿 David 哥好過啦。我啲老遠顧唔到你啊，自求多福啦你。你唔係你嗰度有你嗰度嘅好嘅。咁你又唔嚟啊？真係。你唔邀請我啫嘛，我嚟咗，我依家好面皮厚噶啦，而家。我開始有啲腳軟啊，講完你唔邀請我啫嘛。係啊。係啦，好啦，今日嘅時間係咁多，即唔係今日唔係呢一集嘅訪問阿卡姐嘅時間係咁多先，多謝大家啦嚇，仲有其他話題同大家探討下嘅，拜拜。拜拜。好啦，訪問完卡姐，都係時候同大家分享下劍橋嘅地區生活資訊啦。普遍嚟講呢，劍橋嘅生活質素差距並非太懸殊，所以喺呢個城市裏頭呢，都只有少部分嘅地區冇咁優美嘅啫。呢啲冇咁優美嘅住屋地區，普遍都喺劍橋市嘅北邊以及東北邊。如果大家對生活有要求的話，揾地方嘅時候只需要省略圖片當中橙色同埋紅色嘅地區，咁就可以噶啦。治安方面呢，劍橋市中心地區過去半年嘅罪案數字大概都係579單至767單，對於一個10幾萬人口嘅城鎮嚟講，算係可以嘅。而通常英國媒體報道英國最安全嘅城市，劍橋通常都會名列10名以內嘅。就業方面呢，劍橋嘅工作機會算係多嘅。佢作為一個12萬人口嘅小城鎮，10英里範圍內嘅招聘數字有成5600個需求，而全職工作嘅空缺就有成2800個。呢個數字真係可以同30萬人口嘅英國中級城市媲美㗎。至於劍橋係咪英國嘅高危水浸區域呢？始終佢都有河流貫穿呢個城鎮，所以喺佢嘅東北邊以及西南面都有水浸嘅風險。同一時間，佢附近嘅小城鎮都有一啲係水浸嘅危險區域，所以如果大家打算落腳劍橋的話，呢一方面大家真係要打醒12分精神，小心留意啦。不單止係咁，如果地球溫度持續升高，到咗2050年，劍橋市中心嘅東北邊以至劍橋外邊嘅北部地區都會成為水浸區域。講完劍橋市中心嘅資料，亦係時候同大家講下劍橋有乜好嘅居住地區啦。但係未講住區之前，同各位需要移居劍橋而剛好仔女需要插班 ENI 或者以上嘅家長講下，劍橋市裏頭有一間只收 ENI 或者以上學生嘅中學。因為佢不設 Year 7同埋 Year 8嘅班級，所以都應該有學位性嘅。根據資料，呢間學校全校可以收670人，但目前只係收咗357人。同時佢學校嘅成績都唔差嘅，大家可以考慮一下。好啦，都真係時候介紹一下劍橋嘅好住區啦。第一個介紹俾大家嘅地方叫做 Romsey Town，位處 Cambridge 市中心嘅東南面。因為近市中心，以及人口比較多嘅關係，佢嘅罪案數字都略高。同時區內好學校爆滿，不太理想嘅學校就尚且有空位，所以不太適合有小朋友嘅家庭。但係如果大家想揾近市中心、方便唔想揸車嘅地方， Romsey Town 係幾理想嘅。區裏面中間嘅 Mill Road 有無數間中超同埋食肆，真係啱晒香港人。至於樓價方面，麻煩大家自己睇下畫面上面嘅資料，以作參考啦。第二個要介紹嘅地區叫做 Cherry Hinton， 都係 Cambridge 市中心嘅東南面，適合要求唔高，但又想住近啲市中心、有小朋友嘅家庭。原因在於區裏面嘅好學校爆滿，而另一間中等水平嘅學校尚餘不少嘅空位。同時間呢個區嘅樓價比其他劍橋好區嚟講，都係一個可以接受嘅水平。另一個地區 Fulbourn 同頭先 Cherry Hinton 嘅情況差不多，但係罪案數字就少好多啦。但係問題係呢個區係好少樓盤嘅。
第4個要介紹嘅地區係 Red Cross， 喺劍橋市中心嘅東南面。呢個區嘅樓價同劍橋其他地方相比都尚算 OK， 但係好嘅學校想要插班就真係唔使諗啦。中挺水平嘅學校還可以，優勝嘅地方係近醫院，家庭裏面有老人家的話幾適合嘅。第5個地區係劍橋南面嘅 Trumpington， 呢個地區嘅樓價好很貴，學校冇睇頭，而且近河流有水浸風險。優點係有 Waitrose 超市同埋 David Wilson 新樓盤加持，但係買唔買就你諗你啦。第6個地區叫做 Newham， 係最近劍橋大學嘅住區，樓價貴到離晒譜，淨係適合有錢佬。第7個劍橋北邊三小區，樓價雖然貴，但係治安情況好，學校中學園區升讀冇問題，插班學生冇得諗。第8個要介紹嘅地區叫做 Bottisham，係劍橋東北邊外圍嘅小村鎮，屋價雖然唔算平，學校亦都唔算厲害，但治安良好，加上一條直路落去劍橋揸車都不過10零20分鐘，算係非常方便。第9個地區係劍橋外圍南面嘅 Sawston， 屋價雖然貴，但中學成績理想，治安又唔錯，揸車落劍橋市中心都不過10零20分鐘，都諗得過嘅。第10個地區劍橋外圍西面嘅 Cumberton， 屋價都係高水平，但係治安理想，中學成績好之餘，附近冇中學 ，Council 無計可施，即使爆滿插班都係仲有可能嘅。另外揸車去劍橋市中心都係10零分鐘 ，fairly good 啊。第11個地區距離劍橋比較遠，喺劍橋西面嘅 Camborne， 屋價嚟講係劍橋地區當中算係平，而且當地都依然不停起緊新樓盤，相信將來呢一個係一個好大嘅住區。同時間目前亦都有好多香港人喺呢個地方買咗樓，區裏面有大型嘅超市 Morrison， 而學校嚟講，區裏面目前只有1間中學，成績算係不過不失，但基本上你願意插佢就願意俾你入噶啦。喺呢一區揸車去劍橋市中心20零分鐘車程，算唔算方便就見仁見智啦。最後第12個地區另類啲嘅，唔算屬於劍橋嘅地方，屬於亞瑟士郡嘅 Suffolk Rawdon 或者 Newport， 屋價又唔算係平，但係區內設施充足，有齊各種大型超市、銀行、食肆、商店咁。當地學校嘅成績算係幾理想，亦都鄰近高速公路 M11， 同時開車上劍橋都不過20零分鐘啫。另外，除咗我頭先介紹嘅地方之外，我其實都揾到另一啲地區，目前嘅情況都幾好嘅。不過如果全球氣溫繼續升高的話，呢一啲地區可能喺2050年受到水浸影響。Anyway， 我都會將佢列出嚟喺畫面當中俾大家睇睇，等大家自己可以參詳一下啦。好啦，快樂嘅時間係過得特別快嘅，又係時候同大家講拜拜啦！大家記得俾 like、留言、訂閱同埋分享啊！多謝大家嘅支持先，係咁啦，拜拜。